嗨，大家好，我是阿迷。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游戏，对，就是我最近才开始热衷开始玩的古代战争原始领域哦，中文名称是叫这个，然后它的英文名称呢是叫这个 Raw Realms of Ancient War。这个是 Google 翻译里面讲的了，对，中文名称我们也来念一遍。古代战争的原始领域。哦，对，然后还有颤抖了，颤抖音，对。我们进到那个首页了哈，首页就是长这样子哈，上面有一个棍头，看起来就是生动，看起来刺激。因为它画面它这个都是英文的啦，它没有出中文版的，对，所以有中文版的，我曾经有玩过中文版的，但是那是人家后面破译的部分，对，但是。这个是一个蛮久的游戏了，对啊，然后我们进来。The continent, a land divided into 4 cardinal realms, where humans, dwarves and elves used to live in peace until the advent of chaos, for reasons forgotten by all. The continent was locked in war, driving the inhabitants to slaughter each other for almost 2 decades. As the war bogged down, the northern king petitioned for a truce and summoned the kings of the east, south and west to the Temple of Heroes at the next solstice. The other kings answered his call and headed to the sacred site in the hope of finding a peaceful outcome to their conflict. Shortly thereafter, the 3 kings returned to their lands, haggard and injured. The northern king was never to be seen again. On returning, the kings proved incapable of speech and remained prostrate, absent of spirit. Although their return put an end to the war, no one knew what to do next. Since that time, the realms have been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a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summoning of the kings appears on the horizon. 好，我们那个前面故事它讲完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在这个丛林之中，对啊，这个丛林哦，这个看起来，画面其实还算勉强啊，画面我觉得可以。然后我们的技能，滑鼠右键就是射弓箭，对，按键 S 那是技能栏，对。这边有一个那个相对应的按键画面哦，大家可以按暂停看一下。对，就是 S 是那个技能 ，I 的话是它的装备栏。对，它的那个滑鼠左键右键是它可以发射进攻的那个属性。当那个这个。消耗品应该是可以自己设定。对，然后蜘蛛，这个蜘蛛长得就跟那个暗黑的蜘蛛其实也看起来还蛮像的。而且它的操作啊，它的操作就不像，因为我们如果玩过那个
那个射击游戏都是用那个 ASDW 去控制左右上下的方向，但是它这个是滑鼠控制，你滑鼠点到哪走到哪这样。对，就是有点小不太适应的地方。那左上方是它的血条跟它的魔法释放法力魔法。那目前看到的生物就是蜘蛛跟狼啊，看到很多蜘蛛跟狼。然后我们沿着路走着，哎，你会看到一些山洞哦，我们看到一个左手边一个山洞，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宝箱，反正这就是简单模式嘛，就是爽砍就对了，就是沿路一直砍到底，对，爽砍。宝箱捡到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骨头跟那个是干嘛，好像也不能装，对，应该是做东西的材料。啊，我就不管了，先放着吧。还有一把钥匙，进入那个山洞的深处，探索一番。好，看到新的那个怪物叫做蝙蝠，蝙蝠的名称叫做亚伯。这个是台语的名称了，那是老一辈跟我讲。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麻烦修正，谢谢。然后你可以点它的技能栏出来看一下，看你想要点什么样的技能。我是选择弓啊，对，因为站得远远就可以开始射，对，所以我想说玩弓看看。因为你那个小刀的话，你还是要贴近身去打嘛，那个比较。有扛血的部分，我想算了，我们既然都选攻远距离的，那我就试看看吧。对，然后它这个是技能键好像是可以换的，可以切换，大家可以研究一下。然后地上都会有那个重生点，你走到一个地方就会。宝箱都没有看到什么好东西。哦，这应该就是它的小头目嘛。当出现小头目的时候，这个中间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小头目的写字。哦，是有纸装啦。先捡起来放着。我觉得这个毒气的技能啊，感觉就没有到很好用，不实用。那我们把纸装，你看，你只要纸装，那个数值有增加，就给它装下去就对了。这边有一个那个什么重生点，就给它记得要踩一下哈，重生点。简单模式就还好啦，你如果是玩那个困难模式的那种以上的，基本上这重生点其实还蛮重要的。然后左手边上面有那个钻石就是你的重生的次数。那个钻石用完的时候啊，然后你就不能再重生点上啦。啊，这个是小王，那遇到小王就是你觉得打不赢就是打带跑，那中毒还是有用的，打带跑，不过看起来没有很强。哎呦，绿装，对，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打小王都有掉装备。
最后面其实有点暗嘛，如果白天玩的话，可以把那个萤幕亮度稍微调亮一点。它这个头盔看来等级还不够，还不能装，我们再打几只怪物升级一下吧。嘿嘿，对，轻轻松松就升级。因为是第一件头盔，所以你也不用看它数值有没有增加，反正就是一定会增加就对了。装就对了。我们现在下来地下2层。我发现它这个好像没有小地图，可能是早期游戏的缺点，没有小地图。现在就都往做小地图。人家暗黑也有那个什么那种隐形地图可以看。打完了后可以上去寻一下，看有没有东西绕回来。简单爽杀模式，反正就沿路一直杀就对了。打起来蛮爽的，然后在地下2层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那个怪物，就是人形骷髅怪，应该是人形骷髅怪，就是首页出现的那一只。不过感觉还好啦，变化很强，2、3下就可以解决。又还中毒怎么回事啊？你往下，我们这应该是任务角色，对，好，这个应该是任务过道。去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没有拿到的，看起来应该就是都有。粘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画面，它这应该是个交易员啦。然后你看你的装备的左下方，它会有一个绿色数值，绿色数值表示都技能力都会增加，只是说它现在是那个这个项链是红色的，就算增加你还是等级不够，还是不能装。对，那我们就先把可以装的先装好了。然后如果是红色的表示比你现在的装备还不如啊，所以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把它卖掉。那这个刮擦棒再冲下来，这也不能装备，它应该是材料之一吧，我在想，好吧，这2个应该都材料。对，好，先不管它了，先把我们的烂头盔先卖了吧。好，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开启爽砍模式。对，我们又遇到一个传送点了，然后这里有2条岔路了。我觉得应该是先走左边那条看看会比较好一点。这里就遇到一只小王了，小王都不会是我的对手，随随便便又是一个紫装。我个人在玩这种都不太会玩简单模式，因为简单模式有点太简单了。哈哈，有挑战性。对，我是想说今年又开那个影片，我想说用个简单模式来讲解一下，对，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这里面到底玩什么东西。又是一只小王蜘蛛小王倒是还蛮多只然后很幸运的他掉了一个绿色的装备，对，应该是吧，等一下再看。
然后开宝箱都没有开过什么好东西。哦，不错哦。哎呦，这个屌，哎。重生点，踩一下重生点。一路狂杀，一路狂杀就对了。然后又看到新的那个怪物角色，这应该是类似有点像食尸鬼的角色，看起来数量不多，还好。哦，可是被围殴到，其实打也是蛮痛的。或者我感觉越来越多只啊。还打不完呢，然后打着就出现门了。应该这是第一个关卡应该结束吧，然后天上出现一个天门，这是一个奇怪。哇，这个天门到处都是死尸鬼，又出现新的怪物，透明。看来只有前面的地方可以走，就向前冲就对了。不过我感觉快点凶啊！来到了第2层，还是这么多怪，是傻小啊！不过你打透明的怪好像有经验，打死尸鬼好像没经验。我刚试了一下，啊靠！快死了！我忘记我洪水可以喝哈，搞什么东西啊？还好我刚有踩那个重生点，我们四周绕一下好了。他到底要这个任务是要干嘛？我也搞不清楚。然后绕着，不知不觉就被围了，对。而且我发现这楼的怪物好像有点打不完的感觉。那我们的任务点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如果玩困难，普通够困难，应该会有点难，对。死路一条啊，这死路一条。难道是中间这个？进不去啊！啊，找到了，原来是这个雕像哦。所以各位要记得啊，进来直接去找雕像就好了，不要跟我一样傻这边绕圈圈。我已经帮各位绕了一下，然后我就疯狂被围殴。打不完的食尸鬼，然后这里有个大力士，大力士埋到应该血会掉不少，快跑！哎，有门进去就对了。This looks like the East Desert. Excellent. Chance is on our side. I guess I also owe you an explanation. The war bogged down. Weary of seeing my people die, I summoned the other kings to resolve our differences. We met in the Temple of Heroes, a mystical place only accessible by kings, and we managed to come to a peace agreement. We mingled our blood and swore an oath. It was then that the most infamous evil appeared, right inside the temple. It immediately attacked me and imprisoned me in a magic crystal. As a black veil began to descend over me, I saw my allies rush into the fray. I read in you
that they survived and managed to return to their realms. But I fear the evil took part of their souls with him, hence their lethargy. You're wondering how I can know all this? Possession. This is the power that allowed you to control the monster. When I enter a corpse,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it. Its story, its knowledge, its secrets. Don't you know the old saying? To the east, fire and strength. To the south, water and courage. To the west, earth and wisdom. To the north, wind and spirit. This is my power. Imprisoned in the magic crystal, I slowly regained consciousness. There were dark creatures running around me. The breach was not sealed. I waited until I regained enough strength. Then, possessing one of them, I extracted my spirit from its cocoon. Then I found you. An agile mind in a strong body. Someone strong enough to help me put an end to all that. Listen carefully. Each realm has a magical portal leading into the Temple of Heroes. But the passage only opens when all 4 portals are activated. The Norse portal should still be active. If we can activate the 3 others, this passage will open once, and if the gods will it, I shall regain my body. 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故事情节，都知道他大概在讲述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相信大家都很聪明吧？虽然我是听不太懂啊，对，因为我的英文能力程度还没有很好，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听得真真的。好了，这个4大地图啊，我们今天开头就先讲到这边啦。对，希望大家听得愉快，也知道这游戏到底在玩些什么。里面有一些战斗画面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哦。好，就到这边结束，拜拜。